城主，求求你给我药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他吧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他，求求他吧，城主，求求他，城主。程主府没有药，我救不了他。没有药，不可能没有！你怎么可能没有药呢？你就是不管我们的死活！把药拿出来！一定有药，拿出来！白寻，爹，你看看我，爹，白寻！别喊了，有结界在，他们听不见你，也看不见你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放我过去！别急嘛，既然都回来了，不如看场好戏。没有药，你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？白寻，亏我们一直信任你，敬仰你，封你为城主，你连个小孩都不救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白寻，你自私自利，置城民于不顾，你算什么城主？连畜生都不如！配做城主没用！只要抽出来，他还是人吗？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？由敬生恨，只需短短1日。居然置我们百姓于不顾！你事已至此，不如来点更刺激的。城主，我去你的！城主发火了！城主，城主，怎么了？发火了！大家赶紧跑啊！城主，他们快逃啊！外头都是活人，没有城主主站起的，还能逃到哪儿去啊？白寻武艺高超，趁他还没完全发狂，这么快杀了他，不然等他完全失去理智，死的就是我们！这就是白寻要守护的城民，忘恩负义，杀心深重，连我这个妖都自愧不如。白硕，不如别做人了，入我妖族吧。无念石在你体内，你若替师尊效命，想必他会很高兴的。你闭嘴！把我的妖毒解了！你知道的，此毒无解，不死不休。今日总要有人死。杀他！杀他！快来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人行行天！干什么？城主！别打了！
怪你们，都是因为你们，我杀了你们！老头子，我能救你，我能找人救你。你坚持住，我一定能找人救你。你坚持住。没有我，吴念石对你来说只是一块废石头。既然他在我身体里，那他归属于谁，由我说了算。戏演的挺足的。白硕，其实你心里面清楚，本殿需要你纪念，重启吴念石，非但不会杀你，还会保护你。而仙门的人，他们只会为了顾全所谓的大局，设法杀了你，取出吴念石，或者把你和吴念石一起囚禁起来。所以看似是本殿将你。你不是想要靠自己报仇吗？来，本殿就站在这里，一步也不会移动。但凡你能够伤及本殿半分，本殿立刻放你走，再也不会过问吴念石之事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再来。你以为妖族三王的实力是说说而已？振宇比起本殿来差不了几，你连进本殿的身都做不到，还妄想杀他？你那三脚猫的兵，或许在人族还能横冲直撞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的抵抗不过是你情绪的宣泄，你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白鼠。在人族里，你算是聪明的。方才本殿说的话，虽然你嘴上不承认，但其实心知肚明。只有强大到令对手害怕，才是你复仇的开始。如果我也想杀了你呢？只要你能。有话说。店主为何这么做？只是不想他带着吴念石乱跑罢了。若只是为了控制他，方法有很多，为何要选一种最麻烦的？你想说什么？只是想提醒店主，不要因为一时的恻隐而动摇什么。七星燃魂印只剩3颗星芒，若星芒尽灭，不必白硕来杀，世上便再无皓月店主。本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一介人族闯入仙妖之争，他必须习得自保之力，否则凭什么做本殿的同盟？白术能引动吴念石。掌门，请掌门允我率兵去急域带回白术。吴念石是必须要找回的，只是极域大地数10万里，至今无人知晓皓月殿在哪儿。我们也只能先派弟子去探查皓月殿的位置，一旦找到了，
便将白硕带回。掌门师兄之前不是说跟范月谈判去了吗？回来的时候还说范月态度良好，应该会让白硕自己选择。结果人呢？谁来替我解一下尴尬呀？妖族善变，不讲道义，这也不是掌门能预料的呀。掌门，崇昭呢？怎么回来之后也不见他？崇昭自知有过，自请发300赤骨鞭。300赤骨鞭。赤骨鞭可是兰陵重刑之罪，鞭鞭入骨，看着是外伤，实则折磨的是灵魄呀。掌门既然不忍，为何还应他所请？罚得这么重啊？犯了错便该罚。宁安之乱，他脱不了责。300赤骨鞭外，还需去守心崖4过。话虽如此，但真正有罪的是冷泉宫。冷泉宫破坏仙妖铁律，祸乱人族，自是当诛。炎火，你去信72仙宗，邀各宗主来此，共商讨伐冷泉一事。是。去吧。如今那无念石被范月带去了皓月殿，若想强取可不易。那就看我的乖徒儿茯苓能不能够让崇昭倒戈了。师尊是想利用崇昭和那白硕的关系，在他死前，若是真的能为本尊引出白硕和无念石，也算是他最后的荣光了。我的路，我自己选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替我决定。店主，店主，你要不要去看看那个白硕？他这2天2夜不吃不喝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会让自己死的。那他在犟什么？要向所恨之人低头，总要一些时间。本殿不急。这是皓月殿最好的药，和皓月殿最快的刀，是活还是死，你自己选。皓月殿从来不养半死不活的废物。不管有没有无念石，我都不会让自己死。那说吧，打算怎么做？我要学法术，你教我，或者你找人教我。本殿凭什么答应你？就凭现在无念石在我身上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第2次遇见画面。你若想知道下一念在哪里诞生，就必须要答应我。威胁本殿？不是威胁，一如既往是交易。趁着无念石还在体内，先学法术护身，增强力量。有了筹码，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思路很清晰，谋略也很正确，只不过，既能用极念之事做交易，为何不求本殿替你报仇？这世上的仇，总要亲手去报。我爹受的苦，流的血，丢的命，终有一日我会亲手向他们全部讨回。那么店主是交还是不交？这些大多
我还没说我不行。本店说了，回去。我没说我不行。你这是在自我感动吗？在本店眼里，这只是愚蠢。我只是不想放弃。伤会好，但训练不能停。仅有孤勇，难成大事。你若是手废了，本店不会再教你。天火，送他回去。你性子冷，这包扎的手艺也一般。你我之间似乎不是可以聊这些的关系。我再提醒你一句，皓月殿外便是数十万里奇域，处处妖兽，没事别乱逛，丢了小命我可不管。不用你提醒，我这条命还要留着做更重要的事。最好如此，别让店主为你操心。你很在意范月？皓月殿每个人都很在意店主，所以你就老实待着。店主想教你的时候，自然会教你，别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。不该有的心思？哎，杀他的心思算吗？在你杀他之前，我会先杀了你，哪怕玉石俱焚。懂了，慢走不送。出师未捷首先惨，一枪蛮劲，的确是。别打闹！范月人呢？我们店主的行踪是你想问就能问的吗？说好要教我法术，几天都看不见人，难不成他后悔了？店主说了会教，自然不会食言。但他也说了，若你的手要是废了，他便不会再教。我手已经好了。那你就等他来教你呗，他想教的时候自然会来的。明明是交易，应该对等，怎么什么话都被你们皓月殿说了？谁让你现在身在皓月殿，最终决定权归我们店主。这是摆明了仗势欺人啊！在我们妖族，是都是一拳一拳、一刀一刀拼杀出来的，仗势欺人，不应该吗？歪理！我们妖族就是这个理，你不满，要么自己变强，要么回你的人族去。店主既有心教他，为何晾他这么多天？他太急于求成，不论修炼什么都会适得其反。所以店主是为他好了？为他好，本店只是不想要一个手残脚废的废物盟友罢了。店主嫌他废物，但还是把他当做了盟友。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不想教就别答应。再这么拖下去，我何年何月才能变强？不行，我不能再这么干等下去，我要去找范月问清楚。哎，
这么晚，他一个人去哪儿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么隐秘，莫不是什么秘密练功之地，又或者什么藏宝之地？这些是什么？居英、游南、奇峰，好像都是些名字，为什么挂在这儿？看着挺老旧的，是范月收藏的古董吗？范月，怎么还有他的名字？出来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怎么进来的？我跟着你进来的呀。出去！范月，你晾了我这么多天，也该够了吧？还是说你就是故意耍我？明明说好要教我的，却整日不见人。没想到是在这里慢悠悠欣赏你这些老古董，这有什么好收藏的？本店留你在皓月殿，让你自由行走，不代表你可以擅闯本殿的密室，窥探本殿的秘密。华都的该杀，莽撞的该死，好奇心重的更不该留。不要试图挑战本殿的容忍度，若再有下次，就算不要5年时，本殿也会将你一同回去。那你答应我的事呢？你用你妖族的力来欺我压我，不也是仗着你力量强？那我想变强又有什么错？想要变强的心情，我曾经比你更懂。遭逢过巨变的远不止你一个人，白说。你别以为自己有多特殊，想要变强就要忍受变强的过程，一步登天，妄想，滚！